Hello，各位木友，欢迎回到木工543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。上一集我们聊了工具的几何角度，这一集我们要来聊一个更痛的话题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，你照着图纸很认真地锯了木头，凿了榫孔，甚至觉得自己锯得挺直的。但是当你把抽屉组起来，想要塞进柜子里的时候，发现，咦，怎么一边紧一边松，或者是柜子站起来的时候，它就是会摇晃。这时候很多新手的第一反应是，我锯子拿不稳，我手残。但今天我们要引用的这本苏联经典教材《细木工作业》，它的作者库科索夫 Kukosov 会告诉你，你的问题通常不是锯子拿不稳，而是你的基准 reference 从一开始就没抓对。在老匠人的眼里，精准度不是靠运气，而是靠严格的程序。今天这15分钟，我们要来拆解书中第5章的核心观念。我们要聊聊怎么建立神的视角位，什么职人不用铅笔画线，以及苏联工匠是怎么利用余量来保护作品的。好，请大家想象一下，你现在刚从木材行买回来一块毛料，它表面有点粗糙，可能还带着锯痕。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很多人会直接拿卷尺出来量，我要切50公分，然后铅笔一画，锯子就下去了。这就是悲剧的开始。根据苏联教材第56页的铁律，在画线之前，木头必须是规矩的，这就是所谓的基准面法则。什么是基准面？你必须先用刨刀把木头最大的一个面刨平，这叫第一基准面。接着你必须把跟它相邻的侧面也刨平，而且这2个面必须呈现完美的90度，这是第2基准面。那你可能是会问，我怎么知道它平不平？我眼睛又不是尺。书中教了一个非常硬派、非常有画面感的方法，叫做目测法 sighting。 大家试图跟我做这个动作，拿起木板，把它的一端靠近眼睛，另一端对着光源，然后这很重要，像神枪手瞄准枪靶一样，闭上一只眼睛，用单眼逆光去看木板的边缘线。这时候光线是不会骗人的，任何一点点的扭曲，像螺旋桨一样的翘曲，在逆光下都会无所遁形。确认平整后，拿出你的角尺 Try Square， 把角尺的底座紧紧贴在第1基准面，然后用尺身去测量第2基准面。只有当这2个面成了完美的直角，这块木头才有了灵魂，你后续画的所有线条才有意义。否则你只是在一个歪斜的地基上盖房子，地基搭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画线了。这里有一个苏联工匠跟现代 DIY 玩家最大的不同点。书中第62页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标准、配备、画线规 Marking Gauge。 很多新手喜欢用铅笔画线，铅笔很方便没错，但库科索夫指出了一个致命伤，铅笔线是有厚度的。一支钝掉的铅笔画出来的线宽度可能有 0.5 毫米。你想想，如果你这边误差 0.5， 那边误差 0.5， 组装起来缝隙就变成1毫米了，那还是精细木工吗？所以真正的职人是用刮的。画线规的构造很简单，一个靠山、木盾加上一根带有尖针的木条。当你把靠山紧贴着基准面用力画过去的时候，那个尖针会在木头上刻出一条深痕，这条线我们称之为物理凹槽。这不只是为了看清楚，大家想象一下，当你之后拿着凿子要凿榫孔的时候，你的凿刀尖端是可以直接卡进这个凹槽里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你的起始位置是零误差，这是铅笔线永远做不到的境界。书中还特别提到一种神器，叫做双杆画线规，它有2根针。为什么要2根？因为当你要画榫头 mortise and tenon 的时候，你需要同时画出左边和右边的线。用双杆画线规，一次刮过去2条线，平行又精准，保证你的榫头厚度绝对一致。这就是专业跟业余的差别。学会了怎么画线，接下来我们要谈谈策略。书中第60页有一个观念叫做余量 allowance。 很多新手拿到木头，一开始就画上净尺寸，最后要的尺寸。老匠人会告诉你千万不要这么做。木头是会呼吸会变形，
甚至会裂开的材料。苏联教材给出了建议，数据是在毛料阶段长度要预留20到40毫米。为什么留这么多？因为木头的两端最容易有细微裂纹，或者在锯切时会崩角，你要留给自己切掉瑕疵的空间。而在宽度和厚度上要预留5毫米，这是留给刨刀修整的空间。记住书中的警告，划线只要略有偏斜，零件就会装配不良，余量就是你的保险丝。而且这本书非常有工业化思维，它不只教你做一个，它教你做100个。这本书记载了一位苏联革新者巴夫里辛 Pavlishin 的发明，这是一个专门用来画铰链后钮位置的制具。以前专门片师傅要拿尺慢慢量铰链的位置，但巴夫里辛发明了一个带有刀片的板座，用法超帅气把木头放上去，用锤子哐敲一下，刀片就会在木头背面同时刻出铰链槽的所有线条，敲一下线就画好了。这就是职人的智慧。如果一个动作要重复100次，那就为它做一个制具，而不是浪费时间慢慢量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今天从瞄准枪靶般的基准面检查，讲到了物理凹槽的划线哲学，最后提到了巴夫里辛那充满效率的一锤定音制具。这一集的核心观念其实只有一个，精度来自于对程序的坚持，不是你的手不稳，而是你没给工具一个好的起点。最后，依照这本苏联教材的传统，我要给大家出一个课后作业 homework，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练习，可以测试你的基本功。1. 找一块废料，练习刨出2个完美的垂直面，记得用脚趾对光检查，不能漏光。2. 设定好你的划线规，如果你没有用钉子钉在木条上自制一个也可以。3. 在木头的4个面画出一条连续的线，绕木头一圈。检验标准是什么？当这条线绕了一圈回到起点时，起点和终点必须完美重合。如果线错开了，哪怕只是错开 0.5 毫米，那就代表你的基准面不方，或者是你在画线时手抖了。去试试看吧。当你能画出完美的绕地球一圈时，你的木工功力就已经更上一层楼了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。下一集我们要进入更暴力的环节，锯切的几何学。我们下集见。